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真实玄奘的非合法出境。提到玄奘或者说唐僧，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那个骑着白马，手拿9环锡杖，身后跟着3个徒弟的柔弱和尚。在《西游记》的设定里，他是大唐皇帝李世民的玉帝，手持大唐护照，也就是通关文牒，奉旨出国。一路上虽然有妖魔鬼怪，但更有无数神仙暗中保护。然而，真实的剥离了神话色彩的历史，往往比小说更加震撼人心，也更加残酷。真实的玄奘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支持，他没有通关文牒，没有徒弟，没有白龙马，更不是什么玉帝。在唐朝初年极其严苛的边境管控下，他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偷渡客，一个违反了帝国法律的非合法出境人员。他凭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信念、极其强悍的体能、惊人的语言天赋以及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完成了一场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独行。今天，我们就拨开《西游记》的神话迷雾，去还原公元7世纪初那场发生在广袤大漠上的真实的、违法的，却又无比伟大的偷渡之旅。故事要从大唐武德9年，也就是公元626年说起。这一年，大唐帝国发生了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踏着兄弟的鲜血登上了皇位，次年改元贞观。此时的唐帝国虽然刚刚建立了大一统的政权，但内部百废待兴，外部则是危机四伏。北方草原上强大的突厥协力可汗趁着大唐政权交替之际，率领10万铁骑南下，兵临长安城外的渭水。李世民被迫签订了屈辱的渭水之盟。在这样严峻的外部威胁下，唐朝初年的边境实行的是极其严格的封锁政策。国家的律法明文规定，禁断俗人私出边塞。也就是说，无论是平民还是僧侣，如果没有朝廷颁发的过所，也就是通行证，绝对不允许踏出边境一步。而就在这个时候，长安城里有一位年仅26岁的青年僧人，却迫切地想要出国。他就是玄奘。玄奘为什么要走？当时的中国佛教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宗派林立，但由于早期翻译的佛经往往词不达意或者残缺不全，导致各个宗派在教义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有人说人皆有佛性，有人说部分人永远无法成佛。玄奘在游历全国拜访高僧之后，发现这些争论在国内根本找不到答案。他听说，在遥远的印度有一座佛教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那里有一部经书叫《瑜伽师地论》，只要能带回这部书，所有的教义争端都能迎刃而解。于是，玄奘联合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僧人，向朝廷递交了西行求法的申请。但在那个备战状态下的帝国，老百姓连跨越州县都需要严格审批，更何况是出国前往未知的西域。李世民的朝廷毫无悬念地驳回了他们的申请。接到批复后，其他僧人都放弃了，只有玄奘说了一句话：昔人求法，乃亲王侯重性命。既然朝廷不让走，那我就自己走。贞观元年，关中地区遭遇了严重的大雪和霜冻灾害，粮食绝收。朝廷为了缓解首都的粮食压力，允许百姓四处逃荒救食。玄奘立刻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混在逃荒的灾民队伍里，悄悄离开了长安。这是他偷渡之旅的第一步。没有鲜花，没有送行，只有沿途饿殍遍野的凄凉景象。玄奘一路向西北，穿过秦州、兰州，终于抵达了河西走廊的重镇凉州。凉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是当时唐朝控制的西部大都会，也是前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到了这里，玄奘的讲经才华让他名声大噪，但名气也带来了致命的麻烦。凉州都督李大亮是一个严格执行国家政策的铁腕官员。有人向李大亮举报说，有一个叫玄奘的长安和尚没有过所，企图偷渡出境。李大亮立刻派人抓住了玄奘，严厉勒令他立刻返回长安。玄奘面临着被押解回京的危险。幸好凉州当地的佛教领袖慧为法师深感玄奘求法的决心，暗中派了2个心腹弟子，一个叫慧林，一个叫道整，护送玄奘趁夜逃出了凉州城。3个人昼伏夜出，风餐露宿，终于逃到了瓜州，也就是今天甘肃酒泉的安西县一带。
在瓜州，玄奘遭遇了空前的绝境。此时，凉州都督李大亮的海捕文书已经发到了瓜州，文书上清清楚楚地画着玄奘的相貌，下令各路关卡严密盘查。更糟糕的是，他的2个同伴慧林身体虚弱，无法继续前行，道整则因为畏惧前方的艰难险阻，独自逃回了敦煌。玄奘再次变成了孤身一人，他不敢出门，只能躲在客栈里。而他要面对的下一道难关是玉门关，这可不是写在诗歌里的玉门关，而是唐朝边境防卫极其森严的军事要塞。从瓜州出去，必须经过一条名为护卢河的界河，河上只有一条路，由重兵把守。过了河，还有5座烽火台，每座烽火台之间相距100里，中间全是茫茫戈壁，只有烽火台下有水源。没有这5座烽火台的水，任何人都无法活着走出沙漠。绝望之中，瓜州的州吏独孤达找上门来。独孤达手里拿着海捕文书，对比着玄奘的相貌，问他：“你是不是那个玄奘？”玄奘知道自己无法隐瞒，干脆坦白了西行的宏愿。奇迹发生了，独孤达竟然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不仅没有逮捕玄奘，反而当面撕毁了通缉令，告诉他：“法师既然有此大愿，我愿意冒死放你一马，你赶紧准备出发吧。”但即使没有官方的追捕，独自一人跨越玉门关和烽火台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在玄奘对着佛像苦苦祈祷的时候，一个人走进了他的生命。这是一个胡人，名叫石盘陀。石盘陀仰慕玄奘的学识，请求玄奘为他受戒。在得知玄奘要偷渡出关后，这个熟悉当地地形的胡人主动提出愿意护送法师渡过那5座烽火台。很多人认为这个石盘陀就是《西游记》里孙悟空的历史原型。他是一个胡僧，毛发浓密，性格彪悍，而且带路帮玄奘渡过了最初的险境。玄奘用身上最后的一点钱买了一匹老红马。这匹马虽然又老又瘦，但却是一匹识途的老马。于是，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玄奘和石盘陀踏上了偷渡之路。他们顺利地在夜色的掩护下趟过了护卢河，避开了第1道关卡。但在夜晚露宿的时候，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玄奘在半睡半醒之间，看到石盘陀拿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刀，悄悄向他逼近，走了几步又退了回去，如此反复。玄奘立刻坐起身来，开始念经。石盘陀看到玄奘醒了，便躺下睡了。第2天一早，石盘陀终于说出了实情。他害怕了。唐朝的法律规定，带领偷渡者罪连9族，前方的烽火台防守森严，根本过不去。一旦被抓住，他死路一条。昨天夜里，他甚至动了杀人灭口的念头，想杀了玄奘，自己跑回去。看着眼前惊恐万分的向导，玄奘没有愤怒。他知道不能强求一个普通人陪自己去送死。他把买马时别人赠送的一匹骏马给了石盘陀，对他说：“你回去吧，我绝不会连累你。就算我被抓住砍了头，我也绝不会说出你的名字。”石盘陀走了，孙悟空离开了唐僧。真实的取经路上，没有任何人能陪玄奘走到最后。接下来的路，只有这茫茫无际的沙漠和一座座随时会向他射出致命箭矢的烽火台。玄奘牵着那匹老红马，孤身一人潜入了大漠。他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摸向第1座烽火台，想去偷点水喝。然而，就在他刚俯下身准备打水的时候，弓弦的响声划破了夜空，一支利箭擦着他的身体定在了水面上，紧接着又是一箭。玄奘被发现了。他知道逃跑必死无疑，于是站直了身体，大声用汉语喊道：“我是从长安来的僧人，不要射箭。”守军将他押进了烽火台，见到了这里的校尉王祥。这又是历史给玄奘的另一次眷顾。王祥听闻玄奘是为了去天竺求取真经，深感震惊与敬佩。在那个连生存都艰难的边塞，竟然有人为了信仰连命都不要。王祥不仅给玄奘装满了清水和干粮，还亲自将他送出了很远，并且告诉他直接去第4座烽火台，那里守将王伯陇是我的本家兄弟，他会帮你。依靠着这2位边关将士的暗中徇私放行，玄奘成功绕过了第2和第3座烽火台。
然而，当他试图绕过第5座烽火台时，一场致命的意外发生了。在躲避守军视线、慌乱赶路的过程中，玄奘不慎打翻了那个用来装水的巨大皮囊。在沙漠里，水就是生命。看着渗入黄沙中的清水，玄奘第一次感到了绝望。他本能地牵着马往回走，想要回到第4烽火台重新取水。但他仅仅往回走了10里地，就停下了脚步。他想起了离开长安时发下的宏愿，宁可就息而死，岂能东归而生？如果不去印度拿到真经，退回去哪怕能活命，这一生又有什么意义呢？玄奘毅然调转马头，毫不犹豫地走向了那片连飞鸟都无法逾越的死亡之海——漠河延气。这是一片长达800里的史前荒漠，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白天，太阳像火炉一样炙烤着大地，卷起的风沙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夜晚，气温骤降，严寒刺骨。据说荒漠中常常有鬼火闪烁，伴随着凄厉的风声，那其实是前人留下的白骨在风化。这就是《西游记》里流沙河的原型。没有沙僧，没有妖怪，只有比妖怪更恐怖的绝对死寂和极度脱水。第一天，玄奘还能凭着意志力前进。第二天，严重的脱水让他出现了幻觉，他看到了远处的军队，看到了绿洲，但走近一看，全是海市蜃楼。第3天，玄奘彻底走不动了，他连牵马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倒在滚烫的沙子上。接下来的4夜5天，整整120个小时，玄奘没有喝过一滴水。他的喉咙干裂得无法发出声音，呼吸像是在吞咽着火焰，身体的每一寸机能都在走向崩溃。在濒死之际，玄奘没有向神明祈求生还，而是躺在黄沙中默念着观音菩萨的名号。他在为自己没能完成求法的宏愿而忏悔。第5天半夜，一阵凉风吹过，稍微唤醒了玄奘的一丝神智。那匹一直没有离开他的老红马突然站了起来，发出嘶鸣，发了疯一样拉着玄奘偏离了原本的路线。动物对水的直觉救了玄奘。这匹识途的老马在这片绝境中找到了一处微小的野马泉。玄奘和老马拼命地饮水，生命终于在这片死地中重新绽放。凭借着这汪泉水，经过修整的玄奘走出了漠河延气，抵达了伊吾，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哈密。过了伊吾，玄奘彻底走出了大唐的控制范围。他活下来了，偷渡成功了。如果说国内的经历是九死一生，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则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也是大历史背景下的一段传奇。玄奘抵达伊吾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西域强国高昌国，也就是今天的吐鲁番。高昌国王屈文泰是一位极其狂热的佛教徒，他听说大唐高僧玄奘到了，激动的立刻派使者带着大量财宝和护卫，日夜兼程去迎接玄奘。当玄奘抵达高昌国都时，屈文泰不仅亲自出城迎接，甚至让玄奘坐在王座上，自己带着所有的妃嫔和大臣坐在下手听他讲经。屈文泰对玄奘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对玄奘说：“法师，您就留在我们高昌吧，做我们高昌的国师。全城的百姓都是您的弟子，我所有的财富供您挥霍。”但玄奘拒绝了。他的目标是印度的真经，不是高昌的荣华富贵。屈文泰被拒绝后，露出了专制君主的霸道一面。他直接软禁了玄奘，强硬地表示：“你要么留下，要么我把你强行送回大唐。你一个偷渡犯，回去就是死罪。”面对死亡和荣华富贵的双重考验，玄奘依然只有那句话：“贫僧为求大法而来，如果不让我去，那大王只能留下我的尸骨，留不住我的心。”玄奘开始了绝食。第一天，屈文泰以为他只是做做样子。第二天，玄奘水米未进，依然在打坐。第3天，玄奘的身体开始虚弱。到了第4天，玄奘连坐都坐不稳了，气息微弱，眼看就要圆寂。屈文泰彻底崩溃了。他发现，在这个手无寸铁的和尚面前，他一个掌握生杀大权的国王竟然毫无办法。他痛哭流涕地跪在玄奘面前，磕头认错，请求玄奘进食。高昌王终于明白，玄奘的信仰是无法被任何强权和利益摧毁的。为了表达敬意，屈文泰与玄奘在佛祖面前结拜为异姓兄弟。
有了高昌国王这个财大气粗的结拜兄弟，玄奘的偷渡客身份终于彻底翻篇了。屈文泰倾尽全国之力，为玄奘准备了极其庞大的物资。他不仅为玄奘剃度了4个沙弥作为随从，还准备了整整30套适合各种气候的法服，抵御极寒的皮衣皮靴。为了保证玄奘一路上不缺经费，屈文泰送给他黄金100两、银钱3万、绫罗绸缎500匹。这笔巨款足以支付玄奘往后20年所有的开销。更重要的是，屈文泰为玄奘准备了24封极其正式的国书，写给沿途经过的24个西域国家的国王。他在信里恳求这些国王，玄奘法师是我的结拜兄弟，请你们看待他就像看待我一样，给他提供沿途的食宿和保护。并且屈文泰还专门派使者去给西域的霸主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送去厚礼，请求可汗发下最高级别的通行护照。从这一刻起，玄奘再也不是那个只能在黑夜里躲避乱箭的偷渡客了。他带着西域诸国最高规格的通行证，带着充足的资金和随从，堂堂正正地踏上了通往印度的阳光大道。在那之后的10几年里，玄奘翻越了终年积雪的葱岭，也就是帕米尔高原，走过了兴都库什山的死亡峡谷，见到了巴米扬大佛，最终抵达了天竺的那烂陀寺。他在那里求学5年，精通了梵文和所有的佛教经典。不仅如此，他还游历了整个印度半岛，甚至在戒日王举办的无遮大会上作为论主，面对全印度数万名高僧大德、外道学者，连续18天接受任何人的辩论挑战，结果无一人能破他的立论，赢得了大成天和解脱天的无上尊号。公元645年，贞观19年，当玄奘带着657部佛经、无数的佛像和舍利重新踏上大唐的土地时，大唐帝国已经平定了四方，李世民成了被肆意尊奉的天可汗。当玄奘回到长安的那一天，据史书记载，长安城万人空巷，所有的官员、僧侣、百姓倾巢出动，街道两旁挤满了迎接的人群。当年那个因为偷渡被通缉的年轻和尚，如今成了整个帝国最耀眼的文化英雄。唐太宗李世民并没有追究他当年违法出境的罪责，相反，皇帝在洛阳行宫极其隆重地接见了他，甚至多次劝他脱下袈裟入朝为相。玄奘婉言谢绝，并在皇家的赞助下，在大慈恩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庞大、最严谨的佛经翻译工程。他还根据自己19年的见闻，口述了极其宝贵的地理历史巨著《大唐西域记》。观众朋友们，这才是真实的玄奘西行。没有通关文牒，他用命去换；没有徒弟保护，他独自面对死亡的沙漠；没有漫天神佛的庇佑，他全凭强大的意志、广博的学识和坚不可摧的信仰，征服了国王，征服了强盗，征服了极度恶劣的自然环境，也征服了当时世界上2种最伟大的文明。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真实的玄奘毫无疑问就是这脊梁中最坚硬、最璀璨的一段。他不是《西游记》里那个动不动就掉眼泪、需要徒弟拯救的孱弱和尚，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探险家、最渊博的学者、最无畏的先行者。他用19年的岁月、5万里黄沙，向我们证明了，当一个人的信念纯粹到极致，当一个人的精神强大到极致，他所能爆发出的能量，足以为整个民族的文化史刻下一座永恒的丰碑。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limmers。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